熟悉。生日快乐！我们到此为止吧。我和文静订婚，你有情绪，我能理解。我没有情绪，也不需要理解。和文建林，我都是，你也能赚到更多的钱，这不好吗？裴思远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在一起5年，你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我。陪陪我。这么紧张，第一次。江言，别紧张。姐姐这么想不告而别？我昨晚应该没做违法的事情吧？我成年了。那就好。是不是弟弟哪里做的让姐姐不满意啊？没有，弟弟学习能力很强，我很满意。昨晚的体验感还不错。不过以后咱们还是江湖不再见了。月眠，赶紧回来，裴老爷子过世了。裴总，节哀。少爷，少爷，裴总，您节哀。月眠也是马不停蹄地赶回江城，为了见到老爷子最后一面。说的好像他有多重要一样，不过就是个小律师吧。承蒙裴老爷子厚爱，我与裴氏合作6年。如今老爷子过世，我也来尽一份哀思。裴总，节哀。现在真是什么人都敢看上裴家。来者都是客，何必这么咄咄逼人？想必您就是裴家小少爷吧？我是行月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邢东，这位是专门负责裴家法律问题的陈月眠陈律师。小少爷，我居然睡了裴思雨的弟弟。我知道你们律所，尤其是大名鼎鼎的陈律师。裴少爷太客气了。我正好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需要咨询陈律师，不知道是否方便借一步说话？第一次见面就麻烦陈律师，裴子凡，你也太不懂事了。没关系，裴少爷的事也是裴家的事，都是我的职责所在。
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，你就是裴家小少爷？我以为你还记得我。什么？我警告你，少在裴家提你妈的名字，否则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你妈。没事吧？哎，等等。 한 장씩 의미를 잃어가서 바래졌어. 지난 날을 빼곡하게 적어놓은 这么好看的脸蛋，留下疤痕可就不好。没什么，只是很高兴能在这里遇见你。裴少爷，如果没有什么法律问题要请教我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姐姐想吃干抹净就走了，真麻烦。就是睡了一觉而已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就应该学会好聚好散。还真的是你啊，裴思凡，脸皮可真厚啊！一个回不了国的私生子，早不回晚不回，你爸一死就回来争家产是吧？啊，跟你妈一样上不了台面。哦，对了，一个只会花钱的废物，你有什么脸面出现在这里啊？真是晦气！这位先生，故意侮辱他人，我是可以告你诽谤的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你也配在这说话？韩浩，够了！今天是乔东的葬礼，少惹是生非。是啊，姐。小凡，葬礼快开始了，赶紧过去吧。是。他们这么欺负你，你干嘛不反击啊？他们这么欺负你，你干嘛不反击啊？我都习惯了，今天幸亏有你。什么热闹都往里凑，看看老爷子葬礼都被你搞成什么样子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能走。你再说我就亲你。我自己来就好。鱼伤得揉开才行，你自己又不方便，逞什么强？没想到你年纪轻轻，看起来还挺会照顾人。一个人在国外，总得学会照顾自己嘛。怎么样？姐姐紧张了？这可是在你父亲的葬礼上。所以呢？大哥怎么来了？绵绵，你伤得怎么样？没事。二伯和姑姑他们想要见你。好，我去一回。
还在生我的气。裴总可是未来裴家的主人，我哪敢？裴总现在应该和温小姐在一起招待宾客，而不是在这里为我上药。不要再闹了，陈律师。温婷绊倒我，害得礼堂一片狼藉，你却在这里指责受害者。裴总看人的眼光还真是别具一格。你是律师，我说不过你，但也别挑战我的耐心。以后少动深情了，裴总，这才是你的本性。幸亏有你帮衬着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唐夫人，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那边还有宾客，我先去照应一下。吴小姐，唐昊，带温小姐去处理一下，这像什么样子？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你说为什么要害我？温小姐说话可要讲证据，不要什么屎盆子都往我头上扣。你一定是因为刚刚葬礼上的事情报复我，否则平白无故的谁会害我？报复？那温小姐是承认刚才在葬礼上绊倒我的人是你？我怎么可能会办你？你怕是得了妄想症吧？温小姐怎么是这样的人？这可是裴老爷子的葬礼，她也太不分场合了。感谢大家来参加乔东的告别仪式。我有些话想再和他单独说，你们能来见他最后一面，我代表他再次谢谢大家。过了，是吗？裴文两家有婚约，你不该这么对温婷。哦，原来大哥是有婚约的人，那大哥就应该离陈律师远一点，不是吗？他是我的人，大哥可不能既要又要啊！况且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已经不是10年前的裴子凡了。10年前你不是我对手，以后更不会成为我的绊脚石。弟弟确实不懂大哥的宏图伟业，我得去医院看我的病。姐姐不奖励我吗？奖励？少爷，需要我解释一下温小姐吗？不必。我希望我说得很清楚，除了工作，我不愿意再和裴家人有任何联系。好吧，既然姐姐这么讨厌裴家人，那我就消失好了。不过你要是想我的话，记得联系我。陈玉棉，都是因为你。你想借着律师的身份留在思雨哥身边是吧？那我偏要把你踢出去！周董吗？你上次说对我们温氏生物产业园感兴趣是吧？各位股东，刚刚有事耽误了，我们现在开始了。等等，会议前我有话要说。周董，您说，老裴的葬礼
被这个陈律师弄得乱七八糟，记者又扒出你和他的地下恋情，导致公司股价连续下跌。我觉得这个会议不适合他参加。周董这是不信任陈律师，还是不信任我？裴总严重了。只是这样一个律师来做财产分割，试问在座各位谁放心啊？必须打翻花架，故意扰乱灵堂的温小姐，不是更叫人后怕吗？至于我和裴总的恋情，不过就是媒体的捕风捉影。律师都会花言巧语，我裴氏向来看重能力，而不在意传言。陈律师，麻烦你向各位股东报告一下你手中的文件吧。裴氏中股份争议最多的就是裴氏珠宝。裴氏珠宝由裴氏集团占股30%，裴总个人占股5%，代持裴桥东先生股份25%，在座的各位股东共占股27%，剩下的13%股份尚未明确持有人。如果各位股东有代持未披露的股份，请尽早说出来，早日完成分割，各位也能早点安心。看看裴氏的底细，他都知道的一清二楚。哪天把在座各位卖了，谁能担得起这责任？说的有道理啊。就是啊，到底是个外人。那周董你有何高见啊？温氏是传媒巨头，人脉广，且和裴总有婚约，不如从他们的法务里挑一个可靠的。又是大小姐。我也觉得干坏。今天是裴氏珠宝的股东会，你来干什么？刚刚不是说有13%的股权不知去向了？不就在这儿吗？裴思雨也才只有5%的股份，他居然有13%。不信啊？现在信了吗？赶紧说，不能动，赶紧记啊！你哪来这么多股份啊？该不会是裴夏东给你偷偷立的遗嘱吧？遗嘱的事儿，应该是我哥哥的心河。刚刚周总说要换掉陈律师，我很赞成。毕竟陈律师在裴氏集团当了6年的法律顾问，对于大家的底细肯定是了如指掌。哎呀，万一哪天陈律师要是报复社会，不小心把大家的家底儿给透露出去，这样也好，也免得他手里的证据越来越多。我反对换掉陈律师，既然他都这么了解裴氏了，换一个新人，如果交接时出现差错怎么办？就是，现在外界对裴氏虎视眈眈，我们内部更得团结起来。难道周董已经有了2心？没有啊，怎么可能？如果大家没有异议，一切就正常推进了。姐姐工作的时候真的。你怎么总在我背后出现啊？那我下次在你面前出现。没脸没皮。姐姐，这几天怎么都不联系我？是不是把我手机号丢了？没用的东西留着干什么？姐姐心真狠。少来这套。我问你，你的股份是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，要是如实告诉我，我就考虑替你多争些股份。美静，陈律师，裴总找你。我知道了，马上来。姐姐，跟我哥哥不要离太近，我会吃醋的。幼稚。
你干什么？你和裴思凡什么关系？关你什么事？你今天也看到了，那些老狐狸都在等我出皮了。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，帮我拿到裴氏珠宝的控制权。事成之后，我会给你丰厚的佣金，你知道的。我已经说话在后，就当是报之于之恩，不行吗？好，我帮你，但仅限商业关系，佣金我要翻倍。没问题。你的车还在保养，我送你。你怎么知道我的车？你监视我？只是关心，别忘了，你去保养的那家店也是我介绍的。绵绵，阿姨晕倒了，现在在江城医院，您赶快过来呀！我马上过去。我送你。不必了。希望裴总以后离我的生活远离一些。去江城医院的路我最熟，绵绵，这个时候不要任性。医院出什么事儿了？师傅，开快点！我妈怎么样了？别担心，阿姨只晕倒了。沈阿姨怎么说倒了？我妈有心脏病，以前就有晕倒的情况。我已经安排人去联系供体了，别担心，会没事的。谢谢。等找到供体，我会安排国内最顶尖的专家给伯母做手术。好，我现在过去。你要有事就先去忙吧。有事随时联系。我调查过，陈阿姨这个病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，但就是需要等心脏供体。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找心脏供体。还有，把照顾心脏病患者的这个医师想法我也给。好，现在去。我给你们带了早饭。你先去吃早餐吧，我在这看着就好。阿姨还需要你照顾，你得先照顾好你自己。我现在哪还有心情？妈，你醒了。裴总，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安抚媒体，说明裴氏一切安好。想趁裴氏飘摇之际捞上一笔，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那下个月的慈善晚宴，您看还有必要进行吗？当然，也该敲打敲打那些想看裴氏笑话的人。我这就去办。等等，我交代你的事情呢？小少爷这2天一直在医院，供体已经有眉目了，我抓紧去找。活得好的一点，还是那么嫌我抢东西。妈，你有没有感觉哪儿不舒服啊？我没事，是不是耽误你工作了？工作哪有你身体重要啊？你就乖乖的等心脏供体到了做手术啊。医生，我妈她没事了吧？目前看来没什么大碍，病人好好休息就好。家属跟我来一下，我讲一下注意事项。啊，我去吧，你在这里照顾阿姨。这位是？阿姨好，我叫裴思凡，是陈律师的朋友。辛苦你了，小裴。绵绵，妈妈已经是半只脚在土的人了，
别再为妈妈折腾了啊！妈，我一定会为你找到心脏供体的。有人答应我了。是裴思雨吧？我早就跟你说过。你就别操心了。我接个电话。去吧，顺便给我打点水。坐吧。唉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家绵绵总跟你们裴家绕不开关系。供体已经找了，下周就能安排手术。谢谢。保姆怎么样了？医生说再观察2天，等状态平稳的话，就具备手术条件了。裴氏下个月有一场慈善晚宴，你能做我的女伴吗？这种事情不应该去找你未婚妻才对。绵绵，你知道的，我不喜欢，我一直……裴总，别毁了我们最后一丝情分。就算你我之间没有感情了，可是还有利益关系。况且，你妈妈还在等着做手术呢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他人呢？我看他挺辛苦的，让他先回去了。确实，他一整晚都没睡了。我看得出来，那个小裴对你有意思，但是绵绵，我真的不希望你和裴家一直纠缠在一起。我们必定是普通人家，你和他在一起啊，一定会有很多磨难。妈妈是怕你受欺负。妈，你瞎说什么呢？你女儿现在可是远近闻名的大律师，就算一辈子不结婚，赚的钱也足够咱们母女养老了。瞎说，你能和我过一辈子呀？我是妈宝女，我就要和你在一起。David，陈小姐，这是我们绮罗最新款的礼服册，您过目。选吧，要是选不出来，我再叫他们给你换一批。不用了，只是个晚宴而已，我又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。看来陈月棉和裴思雨的地下恋情传闻是真的嘞。据我了解，陈律师的母亲病重，照顾的人是裴思凡。这就是裴家的男人，不争家产，反倒先争起女人来了。有意思。那就让他们抢得再厉害点。就算只是女伴，我也要你做艳福上最亮眼的事。就这个吧。这套不适合，换这个就行。这个是裴氏剧团去年的合作的一些东西。我送你的戒指呢，怎么不戴上？太贵重了，工作的时候不方便戴。你不戴上，别人怎么知道你是有男朋友的人？以后天天等着。我要一份辣子鸡，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吃辣的又会上火，给他换一份白鸡。陈律师能好好对待你们。我已经在配合。这场慈善晚宴是为了答谢裴氏的合作伙伴。陈律师作为裴氏合作最久的律师，跟我出场也只是为了告诉他们，裴氏是很尊重他们的合作伙伴的。姐姐，你告诉我有点原因。你手上还缺一些配饰。思雨哥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思雨哥，裴氏晚宴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都不早告诉我，害得我都没有时间准备礼服了。大哥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怎么能不告诉陈大嫂？思雨哥，你该不会让他陪你去吧？陈律师是裴氏重要的合作伙伴，我邀请他有什么问题吗？思雨哥，我是你的未婚妻，你的女伴只能是我，怎么能叫一个外人去呢？魏小姐说的是，这种场合，我一个外人和裴总同时出现是不太好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
思雨哥，你去哪儿？姐姐愿意做我女伴吗？你还是找别人来。裴总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？我来是想告诉你，就算不做我的女伴，也要参加裴氏的晚宴。我知道了。心雨到了，我先走了。文婷的话，你别太放在心上。我从没把你当做外人。我根本就不在意。可以放手了吗？叫你放手，没听到吧？你不是要我做你女伴吗？我答应你。裴总，我一定会准时到的。宝，照你的意思说，裴思雨就是想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草旗飘飘，而你就是那个彩旗。话糙理不糙。果然，男的只要会喘气就会出轨。裴思凡挺好的呀，虽然是个弟弟，但也是裴家人，肯定吃穿不愁嘛。有没有钱跟我可没关系。哎呀，宝儿，咱妈住院，她表现挺好的。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找心脏问题，还有，把照顾心脏病患者的注意事项放。虽然是个年下，但是人挺好的。你总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，你说是吧？我现在只想先照顾好我妈。先走了，宝儿。有我的爱不完，保证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。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真是越来越没有边界感。送我的。我觉得很适合姐姐。太贵重了。你忘了裴氏是做我这么大？那我也不能带，万一弄丢了，我可赔不起。丢了我就再送姐姐一条。别开玩笑。姐姐，你怕不是对我情根深重吧？激将法对我没有用。我又不是送你嘛，就当给裴氏做宣传。你要是能卖出去，给你算7成。我可没有这么大本事。干嘛？这条项链真漂亮，设计它的人一定费了很多心思吧？是我母亲设计的。那她一定是一个幸福的女人。我和母亲刚回到裴家的时候，裴思雨的母亲刚刚过世，我永远忘不了她看我那充满怨恨的眼神。后面裴思雨容不下我，把我送出国。她过世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通知我。我回来的时候，就只给我留下一封信。抱歉啊，我没有想到。抱抱我吧。陈律师，你在吗？好紧张。一会儿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知道了。这老裴总一走，裴氏恐怕不行了。上次的抄袭事件还没个交代，就敢厚着脸皮办这慈善晚宴，真让人笑掉大牙。要么怎么跟温家联姻呢？背靠大树好乘凉呗。裴总和温小姐这么一出现，裴温联姻有变故的谣言就不攻自破了。不愧是豪门接班人，气质真是没得说。婷婷，你和裴总好般配呀！
思雨哥容易害羞，你们就别逗他了。就这样。乔东走了以后呀，很久都没有下过了。夫人想下，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？你日理万机的，能在家里看到你就不错了。总有人想趁裴氏飘摇之际捞上一笔，我不得不防。那些呀，都是乌合之众，不理他们就是。我记得老爷子有一套压箱底的珠宝，从未向外界展示过，现在应该在夫人手里了。怎么，你想用那套珠宝来平息抄袭风波？唯有真本事，才能堵住庸庸众口。夫人以前管理公司的时候，我就是用的这一套。你和你爸还真像。承让。姐，你真的要帮裴思雨？相遇是解药，它们治愈思念，不停下林子里的思念，是顺我们间的热烈没完结。宝贝儿，你脖子上项链也太好看了吧！他怎么会有那条项链？明明是我的主场，风东都被他给抢去了。这是裴氏的主场。首先，感谢大家莅临裴氏的慈善晚宴。裴氏20周年，感谢大家的风雨同舟。宴会结束后，我们的设计师会为大家定制一款专属于大家的高定珠。裴总这定制的东西可不能再出现抄袭的事情，不然裴氏的面子往哪放啊？我知道大家对抄袭事件后的股价下跌不满，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裴氏是一个尊重原创、尊重设计师的企业。这套珠宝是裴氏10年前一位设计师的作品，而大家所谓的作品抄袭，是这套珠宝延伸出来的系列产品。可是这套珠宝跟设计图一对比，好像少了一条项链。项链，宝贝儿，那项链和那个好像啊！你怎么会有这条项链？别告诉我是捡的，该不会是假的吧？这套珠宝乔东非常喜欢，所以他私人珍藏起来了，从来都没有在任何人面前展示过，更不可能有人抄袭。那你这项链是哪儿来的？不能说是裴思凡送的，这节骨眼下，少说就少错。是我送的。裴总，你们裴家是怎么回事？哥哥说这是整个裴家压箱底的珍宝，弟弟却转头送人，未免太儿戏了吧？帮，当然要帮，只不过他要付出点代价。代价？什么代价？他不是想要笼络人心吗？那我就要让他尝尝孤立无援的滋味。这条项链可真是帮了我大忙，正好一箭双雕。你怎么会有这条项链？难道是舒婉给你的？秦舒婉是裴氏合作多年的设计师。我就说外人靠不住，设计款式都往外泄露。设计师，秦舒婉是我母亲。裴乔东的原配夫人可不叫这秦舒婉，难道这裴思凡是个私生子？裴家可真是让我惊喜啊！我相信你会处理好一切的。文婷，裴总，你们裴家到底怎么回事？看小裴总反应这么大，该不会裴家抢占了二夫人的设计吧？哎呀，你这该不会是过敏了吧？啊，过敏？
来来来，快看看，脖子这边你看。哎呀，只有脖子这块有红肿，该不会是这条项链有问题吧？这可是我为了参加这次晚宴特意买的裴氏珠宝。裴氏珠宝该不会是有辐射吧？抄袭的事情还没有解决，又来了辐射的问题。裴总，你应该给个说法吧？各位也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，应该知道谣言的危害吧？如果没有时间去裴氏官网看版权公示，至少也应该相信裴氏设计团队这20多年的积淀。您是裴氏的人士，当然帮着裴氏说话。版权认证是经过了版权部门手续，难道你是在质疑法律吗？大家请看，这种药膏涂在人身上会使人红肿发炎。这位女士，你脖子上的红肿到底是项链的问题，还是你自编自导的栽赃信物？需要我调监控吗？陈律师说的也是我想说的，如果有人想抹黑裴氏，我一定会追责到底。幸亏有唐夫人守着这套珠宝，不然抄袭一事肯定不会这么快平息。说到底还是老裴总走得早，裴总一个人支持着裴氏，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这好不容易等到小裴总长大了，结果还是个私生子，裴氏的未来堪忧啊。裴氏能活到现在，靠的不是血缘，而是产品过硬。只要我裴思雨在这个位子上1天，就会保证裴氏的产品不会出现一点差错。那裴总这么说，是承认小裴总私生子的身份了？我们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？哇，好厉害呀！听说你妈妈是小三，那你就是小三的孩子喽？我爸爸说这叫私生子。你其实是小三啊！私生子，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？争家产了，这么干，私生子不敢那么多。这是在干什么？放手！你去救他，只会害了你自己。裴思雨，他好歹是你弟弟，你现在怎么这么冷血啊？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？说两句吧。说两句，有什么看法？裴思凡，别怕，我带你出去。小凡，我们不听，妈妈带你走。你是小三孩子。 내 맘 이렇게 아픈데 짓궂은 넌 왜 해맑게 웃는 거니 姐，现在怎么办？没想到半路杀出个陈月年。为什么帮我？那你呢？为什么要自报身份？姐姐也觉得我是个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子，对吧？你知道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只要有姐姐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真的什么都不怕？你知不知道，你真的很不擅长撒谎。我没有撒谎。你知道我做律师，对接当事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人总是会有自己想要隐藏的东西，我要做的就是从那些花里胡哨的表述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。所以，你是要我一点一点问你，还是你自己说？我就是看不得你受欺负，裴家自己内部的丑闻就要把你牵扯进来，而且这件事情本来就跟你有关系，我见不得你受欺负，我也不见得。不好想念你的时候。 再多时光都徒劳，有谁能替代你给的怀抱？姐姐明天醒来，忘不掉想念你的时候。看你表现了，姐姐就不能对我好一点吗？想我怎么好好对你？这里是这里。 All of my thoughts are just too crazy.
Day to day, convincing myself that you're not the only one that I've been thinking, but it's not true. I just wanna know why is it? 思雨哥，昨天事情怎么会闹得这么大？一定是有人在抬火。可毁了裴氏对他们有什么好处？能从我手里接过裴氏的，一定是晚大杀之将倾的英雄。文婷，你先回去吧，替我和文叔叔说一声，裴氏一切安好，不会有事。可我想在这里陪你。听话，先回去。查的怎么样了？裴思凡名下除了裴氏股份，还有海外若干不明资产，因为是层层代持，所以无法查明具体数额。国内里，回国后创办了一家媒体公司，裴氏的新闻就是这家公司发布的。还有什么？快说。裴氏旗下畅销的非凡系列珠宝产品，因设计师停止版权授权，现在已经全部停产。和裴氏有合作意向的企业也会终止合作。什么叫全部停产？非凡系列的设计版权正是秦淑婉女士的，秦女士立下遗嘱，将所有版权留给裴思凡。现在裴思凡停止给裴氏的设计图授权了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昨天晚上去哪儿？和你弟弟在一起。这不是我想听的吗？那裴总想听什么？细节吗？他能给的，我能给；他不能给的，我也能给。我怎么会不录他？因为你没有心，你最爱的永远都只有自己。我不管你和裴思凡是什么关系，但是我们裴氏现在面临巨大危机，我希望你能履行好我们的约定。裴总，喜欢我送给你的礼物吗？你毁的不是我，而是裴氏。可我毁的就是裴氏。你别忘了，你身上还流着裴家的血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要裴氏5%的股份。你疯了？可是大哥，现在求人的可是你啊！你别得寸进尺啊！你手里还代持着裴桥东的股份吧？我们都是他的儿子，那本来有我的一份。我现在拿版权跟你交换，已经是让步了。大哥要是不愿意的话，那我也没办法。裴思凡，我们是兄弟，同样也是敌人。别妄想用版权扳倒我，去和陈律师沟通吧。别妄想用版权扳倒我，去和陈律师沟通。大哥慢走啊！我今天是以裴氏律师的身份和你见面的，只谈公事。姐姐想聊什么都行。为什么这么做？姐姐，这可不是谈公事的语气啊！你应该知道，你的选择会让裴氏面临巨额违约金的压力。如果裴氏倒了，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？姐姐是在关心裴氏，还是关心我呀？我只是在客观分析，而且秦阿姨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设计被埋没了。裴蛟龙看中了他的设计天分，裴氏集团靠着他的设计才有了今天。我一直都不明白，为什么他这样一个人会选择裴桥东，我也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当年送我出国的时候，他不能留下我。直到我看到了他留给我的遗嘱，他把裴氏集团所有的设计版权都留给了我。哪里有母亲会不爱自己的孩子呢？裴氏欠我和我母亲的，这辈子都还不完。我翻过往的合同，发现一部分设计图的版权存在模糊地带。你很清楚我的能力，我有把握能争回来。那就看姐姐的本事了。姐姐，公事聊完了吧？所以呢，你想说什么？那就一起商量吃个晚饭，怎么样？不行，我还要给老板汇报工作呢。而且，我现在的身份
和你可是对手，私下一起吃晚饭，有违职业道德。明白，爱情归爱情，工作归工作嘛。这笔翡翠交易不是去年就了结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今年的报告里？既然是以裴氏名义参与的交易，我怎么毫无印象？难道裴思雨利用海外采购转移了资产？裴思雨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喝酒了，放开我！你就这么爱他，愿意为他守身如玉？我犯不着为了谁守身如玉。那我呢？你是真的不要我了吗？你救了我妈，我把你当做我的救命恩人，仅此而已。裴思凡在你眼里是什么样的人？单纯、干净，反正和你是两种人。陈大律师还有这么天真的时候啊！我虽然把你当做救命恩人，但并不影响我对你的评价。把商场上欺凌弱势的手段用在自己弟弟身上，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。秦女士的版权问题，我有把握赢回一部分，其他的事情等你酒醒之后再说。我先走了。裴思雨欺负你了？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接姐姐下班啊。陈律师赏你吃个晚饭。你好，请慢用。谢谢。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吃这个？我问了沈星宇，他说你最爱吃这个。叛徒！这什么？该不会是求婚戒指什么的吧？你想要的话，我下次准备好一个求婚现场再给你，打开看看。我把手表改装成了电子检测仪，这样你随时都能看到尘埃的身体状况。你要是想感谢我的话，可以一直消息哦。谢谢你。嘴可不只是用来说话的。快吃吧，都凉了。哦，你跟陈阿姨感情真好。我爸去世的早，我妈改嫁之后，家里没经济条件，一直比较拮据。从那以后，我就知道钱对我很重要。我上大学就开始半工半读，从来没有问家里面要过学费和生活费，一直到现在。难怪你是个才女。你这种大少爷，当然不懂人间疾苦了。我怎么不懂？快吃吧你。听说陈月棉拿回了1/3的设计版权。绝对不能让裴思雨有半点喘息的机会。废话，那我们精心谋划的一切不都白费了吗？你给裴思凡传媒公司递的消息到底靠不靠谱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好像是陈月棉在从中斡旋。怎么又是这个绊脚石？姐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，我绝对不会让他再影响你的计划。
少爷，陈小姐被绑架了。谁许？裴思凡，你发什么神经？陈月明是不是你派人绑架的？绑架？你最好接到他名声，否则的话你收不了场。给我查陈月明的位置。监控显示，最后出现地方就是幸福小屋。把兄弟们都叫过来。大哥，差不多了吧？上头的人只说给了点教训，也没说要么玩啊。俺妈逼，俺光觉得钱多了，没想到是个活人。嗯。还100万，卖我一条命！两位大哥，我们无冤无仇，我也理解你们的不容易。留我一命，我保证不会再出现在这座城市当中。钱和佣金也不是一笔小数目，你们拿到钱可以远走高飞，不会有人找到你们的。老子凭啥相信你啊？我是个律师，律师你知道吧？能赚很多钱的，钱没了是小事，我只求活命。大哥，我听说律师是能挣蛮多钱的。两位大哥也不想徒增杀孽，对吧？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钱就在裴氏大楼停车场B2层106号车位，你们可以先派一个人去取啊，等取不到再动手也不迟。大哥，我觉得行啊。那你可去，哎，有点看了。大哥，我生理期，能不能让我上个厕所啊？到时候血弄到身上也不方便，对吧？你话是真多。你可莫跟老子耍花样啊！大哥，我肯定不敢。那真吗？大哥，女人生理期的时候上厕所就是比较麻烦哈。一看大哥你就不了解女人，回头我给你多介绍几个美女，接受接受就好了。你给我快！大哥，我血弄裤子上手绑的不方便，你帮我擦擦行吗？行啊，咋不行啊？往哪里跑啊？得亏老子打电话问了，那层根本就没得要联络号，小娘们个耍老子！啊，活的不耐烦了！给我站那！Tell me the truth, this is the end. I feel like lose myself. 哪里来的野小子？莫跟老子多管闲事啊！把他带回去。
轻一点。没事，没事。谁指使你们绑架了陈月明？我不晓得。如果天亮之前我得不到答案，就把你们封尸带走。啊，可太过。那里的水牢最喜欢变性的男人。我说，他们一直都是跟我长大的。我只知道有个人叫周东。关于海外的这笔订单，大家有什么办法？小裴总肯授权，裴氏就能度过这个难关。说到底，还是你们裴家的家事儿。我们作为股东啊，只是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和谐。是啊，这事儿就看小裴总的意思了。这事儿是裴家的责任，要是出了事，我可不承担违约金。小裴总，听到了吗？别任性了，以大局为重。大家的意见你也都听到了，说说你的想法吧。让我开放授权也不是不可以。我要周动你手里所有的部分。裴思凡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过分的人是你吧，周董。各位股东，授不授权是思凡的自由。陈律师也说了，可以追回1/3的数量。可是周董却派人绑架了陈律师。什么？周董，这是真的吗？我没有。周董，你真糊涂啊！我没有做过的事情，你们说话要讲证据啊！我昨天晚上才救了身子，唐夫人是怎么知道是周董绑架的陈律师呢？今天一早，周夫人告诉我，周夫人无意间听到了周董的计划，纠结了一晚上，还是决定告诉我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周董，周夫人可真是大义灭亲呀！这个妇道人家的话怎么能信呢？啊？那正好，关于这里有没有公款的证据，怎么解释？裴思雨，你居然敢调查我！我可是公司元老，你爸活着的时候都不敢这样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接到举报，周树平先生涉嫌挪用公款犯罪。周树平先生，请跟我们接受调查。可不然，我们是一伙人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。我都是按照你说的做的，你说我当了。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想拖我下水？公司有你这样的人真是可耻。请你们还要调查清楚，为我们集团清除犯人。姓唐的那个毒妇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既然陈律师有能力追回版权，我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。只是不知道集团还有多少像周董这样的人。思雨，现在只剩我们2个人了，我想跟你说点心里话。唐夫人有什么指教？你父亲这个人呀，嘴硬心软。我也知道你想为你妈妈鸣不平，所以不太喜欢思凡。男人嘛，在婚姻中出点小差很正常，更何况是裴家这样的家庭呢？唐夫人如果想让我做一个好大哥、好儿子的角色，就别白费口舌了。你父亲一辈子的心血都在这里了，你忍心看着裴氏败落吗？你是大哥，不如你低个头，让思凡
带着版权回到裴氏，解裴氏的燃眉之急。我会考虑的。你们兄弟二人能够和睦，也是你父亲想看到的。喂，陈律师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跟一群老头有什么好的？还是姐姐好，姐姐身上香香的。我有话跟你说。我有话跟你说。你真的打定主意不给裴氏版权了？裴思雨找你了？没跟你开玩笑，我看过那些设计图，每一个都很精美。你妈妈在设计他们的时候，一定费了很多心思。裴氏或许辜负了秦阿姨，但一定是这些作品呈现出了最好的选择。我给过他们机会了，他们自己不珍惜。什么机会啊？我就要裴氏5%的股权，他不同意。你本来就有13%了，再要5%，谁会同意啊？我看你是压根就没想和解。姐姐，你怎么都不向着我？裴氏可是给了我佣金的，真金白银。他能给你的，我也能给你啊。你怎么会想跟一个男人比力气呢？跟姐姐斗，你还嫩点。是别难弄，都快有你了。思雨，过来坐。今天呀，都是自己人啊。哥哥似乎并不欢迎我呀。会呢，你们呀是兄弟，是最亲的人。小弟想多了，咱们是一家人。说起来，你回国后还没有给你端午接风宴，这么多年一个人在国外辛苦了。哪里的话，大哥你也辛苦了。这就对了，桥东的在天之灵啊，看到你们兄弟二人和睦，也一定会很欣慰的。小凡，今天叫你过来啊，5%的感觉，否则没得商量。喂，少爷，指使绑架陈律师的人找到了，是藤浩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什么事儿啊？很着急吗？绑架陈律师的人找到了。是吗？太好了！这陈律师可是为咱们裴氏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人，居然有人敢绑架他。唐夫人说的是，裴氏这件事情，我会好好调查。我同意了，5%的股份。不过股份越多，承担的责任就要越大。你现在对裴氏还不熟悉，所以得回裴氏轮岗，否则就算是我同意了，也难服众。大哥，你可真是一点亏都不能吃。一言为定啊！我已经到这儿了，你在哪儿呢？前面总管，看到艾米了吗？看到了，你早说是艾米不就行了？小艾米，好久不见呀，想我吗？我都来见你了，你说呢？小嘴巴真是越来越厉害了。走吧，回家。走了。姐姐，你都是孩子了。不过也对，像姐姐这么有魅力的人，怎么也很正常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会把她当成自己的弟弟。等等等等，瞎说什么呢？她是我的干女儿，行动的女儿艾米。艾米你好呀，我叫裴思凡，以后就是你干爸了。裴思凡，当着小孩子瞎说什么呢？先让他适应适应。走，干爸带你出去玩。艾米，这里的玩偶你想哪个干爸就给你抓哪个。会把小孩子宠坏的。我给我干女儿拧奖品，别管了。可是干妈好像并没有答应你的追求。对呀，要不
你帮忙干爸爸，好不好？别听他瞎说，干妈去给你买旋转木马票。帮忙干爸爸，好不好？走。你告诉干爸，你干妈喜欢什么样的人？反正不讨厌你。这个我也知道，可他总老躲着我。你和他表白了吗？好像没有。那怪不得你说话的手不奏手，谁知道你的心啊？艾米，喂，哪来的棒棒糖？来的棒棒糖啊？叔叔给我的。你倒挺会讨小孩欢心呢。你在换牙，这些要少吃，知道吗？唉，可惜自己不吃这个。但我喜欢超能力。你呀，谁跟你瞎说的？我也没说错。看他们一家三口也太幸福了吧！以后我们也会这样的。别做白日梦。伯父，听没听说今天是您生日，特意来拜访？思雨哥知道你喜欢喝茶叶，这是专门空运过来的上好普洱。听说你弟弟用珠宝版权换了裴氏5%的股权？是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弟弟现在手里的股权可比你要多了吧？他对裴氏还构不成什么威胁。外面都传你们兄弟俩真的厉害，照这个趋势下去，裴氏的未来在哪里，恐怕很尚不可知啊。裴氏的未来只会在我手里。盲目自信也不是好事。虽然我们温家和你们裴氏有婚约，但是也不一定非你不可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才不要嫁给裴思凡呢。伯父，你放心，我会让裴思凡知难而退，而温婷也会是裴家唯一的女子。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艾米从小就精力充沛，如果不是你消耗她的体力，我恐怕会被她折磨死。你和秦律师好像关系很密切啊，他连孩子都能放心交给你。他是我的学长，也是他看中我的能力，我才能有今天。怪不得。看不出来吧？邢东以前可是律所一枝花，他去夜店的时候经常把艾米放在我这里，艾米算是我看着长大的。我去开门。小少爷，你们……我们想什么呢？今天多亏了他帮我照顾艾米。这一天的相处下来，觉得我们的陈律师怎么样啊？我一直都觉得月明很好。年下不交接，这心思有点野哦。行了，赶紧带艾米先走吧。我电脑还在你这儿。等着，我这就去给你拿。月圆啊，在上一段感情里面太过单纯，不设防备，被别人伤害了，结果把自己封闭了起来。我说明明能感觉到他喜欢我，就是一直拒绝我。如果你是真心对待月明，那我会祝福你们。可如果你敢伤害他，你在说我什么坏话呢？说你照顾艾米辛苦了。艾米，走，爸爸，我回家啦。他说拜拜。拜拜拜拜。艾米说，正式的表白需要一束玫瑰。以前是我太幼稚了，没有给够你足够的安全感。但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像我哥哥裴子宇一样，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抛弃你。你怎么知道我哥？那都不重要，
我只是想让你说起这是戏剧里面的一句话 Baby don't cry tonight 当黑夜再去既然回到配饰，也答应领导了，那就从市场部开始干起了。这是海外待开发的市场，如果你在1个月内不能开发出5个地区的销售市场，就说明你对裴氏毫无注意，要归还5%的股份。裴总，你这一招偷梁换柱用的可太不讲理了。哎，早知道我先签了股份转让协议再来了。那你是不敢接受这份挑战了？我是知道，裴思凡这一招用的真像他老子无耻。管他无不无耻呢？他们兄弟2个斗得越狠，我们越省力，不是吗？话是这么说，但是裴思凡看上去没那么简单。哎，万一他做到了话，那些股东很难听我们指挥了呀。那是什么地方？非洲，一个穷的连饭都吃不起的地方，谁会来对付？你就等着裴思凡下跪求饶吧。裴思雨摆明就是在为难你，结果你却在这儿气定神闲的喝茶，股份不要了。姐姐是在关心我，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少爷，蓝飞外交官，我们家听到了。不好意思，裴先生，让您久等了。是我唐突了，得知你来访，就帮忙把你请来了。坐。南非王室的赞比先生得知我回来，还特意向我嘱咐，让我来拜访您。是这样，裴氏目前打算开发在南非的市场，想问问赞比先生能否行方便？我会向赞比先生转达您的想法。那可多谢了。这位是您的妻子吗？你们看起来可真般配。我是她男朋友，还没有转正。那就祝裴先生早日美梦成真，我就不打扰了，失陪了。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我只是发现，我对你这个小朋友了解的太少了。姐姐想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，我们接下来干什么？当然是去约会了。这个你多吃点。好了，你还笑？姐，你是说这1个多月以来，裴思凡和陈律师只顾着出去玩了？可不是，今天刚回来。难道是我高看了裴思凡？他现在人在哪儿？他一下飞机就去公司了，估计向裴思雨低头了。我总觉得哪里不对，你让人去看看。南非30个地区的采购合同都在这里，1个月内完成了所有的任务。30个地区你都拿下了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算是我小看你了，做得不错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裴总难道说话不算数吗？股权合同，我会让陈律师跟你对接。那就辛苦陈律师跟进一下股权合同和采购进程了。哦，对了，裴总，我为了防止有人在产品上面做手脚，把原材料矿场的工人换了一批，你没意见吧？只要不损害集团利益，其他随你。那就好，不然我以为我这个股东连这点事儿都做不了主。
我就说了，裴思凡怎么可能一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姐，你别生气。你还有脸说？我早就告诉过你，裴思凡他不简单。你呢，偷懒放松，现在倒好，让他稳稳的拿下了那5%的股份，再想给他挖坑可就难了。就算裴思凡能拿下再告合同，他要是交不出来，不还是一样违约吗？这是你戴罪立功的好机会，惹得让我失望。思雨哥，你怎么喝成这样啊？街灯下，深夜在。你不是都选择他了吗？还管我干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喜欢的一直都是你啊！以为只要能对你很好，你会把我拥抱。思雨哥，你看清楚，我是温婷。寒冷却听不到你的心跳。爱上了会不会？我没事。思雨哥，你还不明白吗？陈月绵不喜欢你，只有我是真心喜欢你的。小时候我调皮爬树，差点摔下来，是你接住了我。我跳舞总是学得很慢，是你鼓励我要坚持下去的。爸爸通知和我联姻的人是你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，我不求你有多爱我，我只希望你不要推开我，好吗？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？非常完美。您很紧张吗？怎么会？可是刚刚已经是您问我的第23遍了。我这叫重视啊！阿姨，我来接您回家。别人小佩也是好意，干嘛呢？请。好。你平时出行都带司机的？小孩啊。你对月敏家的位置是不是很熟悉？那个，我告诉他的，因为有时候让他跑跑腿。小裴总这是不会开车啊？会啊，谁说不会？阿姨，我问过医生了，您手术之后要多喝点水。谢谢你有心呢。阿姨，您先坐，我去给您做饭。你要做饭？啊？他没事吧？很难说。没事，阿姨。阿姨，我还有事。李思凡做的菜，我无福消受。他忙。医生说了，您得吃的清淡点。我也不知道这些菜合不合您胃口。本来我就在医院没帮上什么忙，我希望做点这些事，努力弥补弥补。妈，我和他在一起了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我妈又不是老不懂，难道你不想让妈知道？没有。行啦，你们俩的事儿我都看在眼里啦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我不反对。
但是我要提前告诉你，你们裴家的人和事不许牵连到他。如果你以后发达了，我女儿不会要你一分一毫；如果你失势了，请你立刻离开我女儿。我不在乎你的身份，我只在乎我的女儿是不是开心幸福。裴家的夫人我见过，不是善茬。我希望你能处理好自己家里的事情。妈，阿姨，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月眠受到一丝伤害。货船怎么被扣押了？货船到南非港口的时候，海关在货船中查出了违禁物品，整个货船的货物都被扣押。荒谬！这批珠宝在装船的时候就申请走特殊通道，怎么会和其他货物一起被扣押？该不会是有人从中搞鬼？思凡，你先别急，这漂洋过海的，偶尔出现问题也正常。你能拿下这笔订单，已经足够证明你的能力。如果解决不了，裴氏会负担起你的违纪，就当是替你交学费了。哥哥怎么就确定这批订单不能如期交货呢？我这是在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。好啊，那我们就一起等结果。怎么回事？他怎么不着急了？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护身镜检查没有问题，已经入镜了。怎么？裴氏渡过难关，滕先生不高兴吗？没有，不高兴，高兴。小凡真是好手段。这也奇怪吗？30个区域的订单我都能拿下，海关难不成了？钱律师，幸亏有你及时专业顾问告知对方货车情况，现在问题都解决了。乔东要是看到他的儿子如今这么有成就，他一定会非常高兴。这件事情我会追查到的，裴氏也该好好清查一遍。当然，既然事情已经了解清楚了，我就先走了。我公司还有其他事情，我先回去忙。思雨，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们兄弟二人之中，你父亲最看重的还是你。太让我失望了，姐，我错了，是我没用，求你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！求你了。万我轻敌了，看来制敌要一招制胜，不能给他们留有回转的余地。姐，他们矿山不是全部换成自己人吗？就让他搬起石头砸死了自己的脚。行了，矿山的事情你赶紧去办吧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。好，错了。老板，你来。这么晚了还在工作啊？虽然解决了货船的问题，但我得跟人家客户好好解释解释，还得维护好关系。设计版权授权给了裴氏，但是最近做出来的东西好像不一样了，我得仔细盯着。而且国外交易有时差，所以我只能等晚上弄。看来心雨说的没错嘛，年下也不是都不靠谱的。我得请心雨姐吃个饭，让她帮我说点好话。看来弟弟的姐姐不少嘛。但是最爱的只有一个。有一件事情我憋在心里，想了好久，还是决定告诉你。姐姐不会是想结婚吧？别闹，我跟你说正经的，我怀疑裴思雨在秘密转移资产，甚至……等一下，你要说的是关于裴氏机密啊？啊？我们虽然是恋人关系，
但是你有你自己的事业，你仍然是独立的，你没有必要我去放弃你自己的职业准则。想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是因为我想说，是因为我想做正确的事情。如果坚守职业道德的代价是助纣为虐，那违背的就是做人最基本的良知了。不愧是我喜欢的人。裴氏有一桩海外翡翠交易，按照流程，去年就应该完全结算清楚的，但今年这桩交易又出现在了报告里，所以我怀疑裴思雨在拿这个做幌子。如果是裴思雨在搞鬼，我绝对不会让他毁了裴氏。吓死我了！你就不能先敲门再进来吗？别管了，你先看看这个。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这里没有预约就不让进，这恐怕是个托词吧？裴氏出了人命案，到现在也没有人给个说法，你们是想冷处理吗？裴思凡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裴氏矿山出了人命，已经控制不住了。这种事情一般都会有公安部门处理，裴氏的公安部怎么说？这次的家属极其早逝，舆情已经控制不住了。赔偿款也谈不拢吗？不可能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是裴氏的律师，让我去跟家属沟通。我就知道你会来这里，所以我在这里等着你。什么意思？这件事情，你从头到尾都不要参与。裴思凡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自己面临什么东西？我就是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，所以我让你不要参与这件事儿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说出来，我们一起面对，有办法解决的。真的没有，这件事情我会解决的，就解决完了我去找你。裴思凡，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裴总，裴氏最近出了这么多事情，是不是要给所有股东一个交代？不管怎么样，今天这个命案，裴思凡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有事要问你。我有点事情要处理一下，你们稍等。是不是你陷害的裴思凡？你先冷静一下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我很冷静，就算不是你，偌大个裴氏，就没有人可以提供公关方案吗？你很在意他。对，我已经和他在一起了，我要帮他。如果他真的出事了，你愿不愿意回到我身边？你当我是招之即来、挥之即去的小狗？别太自以为是了。我早就不爱你了，之前是我错把你的控制欲当成对我强烈的爱，但是现在我已经有裴思凡了，他爱我、理解我、尊重我，我是绝对不可能再回到你身边。以后我会按照你说的去做，别离开我。姐姐，不是叫我不要参与这件事吗？我听你的。我可以帮你。怎么帮？或许在你眼里，我只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女人，其实我才是那个能够让裴氏走过困难期的人。夫人的通奸手段，思凡早就略有耳。想要帮你解决祸事并不难，只是要看你的诚意了。你想要什么？你手中裴氏的所有股权。那我要再加个码。什么？我要裴思雨转移资产所有罪证。
没想到你们兄弟俩已经到了这种水火不容的地步了。在我低谷时，他也没有给我帮助，反而落井下石。这样的兄弟早就形同虚设了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人，你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合作伙伴。那除了这件事，你还有什么其他要求？我要保留陈月明作为裴氏独家合作律师的权利，且永不更换。居然还是个情种，这一点和你那个薄情寡义的父亲一点也不像。陈律师是个好律师，你只需要花一点点金钱，就能获得让裴思雨从总裁位置离开的制胜法宝。这样的交易，那赚不赔啊！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痛快。没有价值的枝丫就应该除之而后快。早就说过裴思凡太年轻，担不了这重任。这下可好，出事了吧？早在这马后炮了。南非市场赚的钱没进你口袋吗？要我看啊，就该壮士断腕，趁早和裴思凡切割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比起矿场事件，裴氏更需要的是换一个领导人。乔东之前交代过我，监督他的兄弟二人管理裴氏。如果出现任何有损集团利益的情况，我将代为管理集团。裴总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你果然是深藏不露啊！藏了这么多年，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。不是我要故意为难你，是你和思凡给集团带来了损失，我不能辜负乔东的心血。不过我很好奇，这么机密的文件，你是怎么拿到的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裴氏不是你一个人，几千名员工还等着养家糊口呢。这兔子急了还要咬人呢，裴总难道不懂吗？这一局是我输了，不过来日方长，裴氏总裁的位子可没那么好定。从今天起，我将接手裴氏总裁的所有工作。矿场事件，我将继续跟进，争取跟受害者家属达成协议，将裴氏集团的损失降到最低。各位还有什么意见吗？那既然没有什么意见，散会吧。陈律师，你留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看看吧，没有什么问题就签了。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与乙方解除此合同，乙方可随时解除合同，且合同存续期间，乙方佣金翻倍。陈律师，我要是你，立马就签了。这种不平等条约，一定不是出自唐夫人之手吧？你不需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也只是受人之托。你如果不愿意，我也不会勉强。受人之托，难道是他？谁说我要拒绝了？这么好的差事，我签。和裴氏签了那么大一个单，不是好事吗？干嘛不开心？我只是觉得整件事情过于蹊跷了。就算裴思凡想把裴思雨拉下水，可为什么要把所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唐夫人呢？或许他们之间有什么交易？
这是你和唐夫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，我给你机会说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唐夫人现在是裴氏的掌门人，她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呗。只要你愿意说出来，一切还有转圜的余地。我本身就是一个吃喝享乐的富二代，我对你的喜欢都是表现出来的。现在有人能让我不吃牢饭，还愿意给我一大笔钱，我为什么要拒绝？不是这样的。你很了解我吗？是我自作多情。喂，帮我个忙。唐总，接下来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，我想休息一段时间。当然可以，这是你的权利。等等，还有什么事情？我知道你和裴思凡的关系不错，为什么你不选择帮助他？比起虚无缥缈的爱情，能握在我手里的才是最重要的。我喜欢你的坦率，以后多多合作。这几天我联系了国外的证券机构，已经筹够了收购裴氏股份的金额。唐夫人那边也打草惊蛇。唐昊正在大肆收购裴氏的散股，加上从你手里拿走的，保守估计25%。天欲其亡，必先让其疯狂，就让他们享受最后的狂欢吧。我派人跟踪唐昊，找到了这个。人怎么处理的？找到项链以后，哎，你谁？住手！包括谢正。住手！住手！没让他看到你吧？没有。对了，我刚来的时候看到陈律师了。他说什么了吗？没有，我怕露馅，没和他打照面。这段时间就快了，等搬到唐夫人，我就去给他道歉，到时候任他怎么处置都行。他可不是轻易会原谅人的人。在国外这么多年，没少折腾啊。哥哥送我出国，不就个磨练人？我可没这么想，当时确实只想把你赶进回家。大白天喝酒，我又不用像你一样，永远戴着面具，爱喝不喝。大哥难道就没有疑问吗？老爷子过世的时候，只有唐夫人一个人在他身边，没有证人可以证明真正死因。遗嘱呢？老爷子老当益壮，不协理遗嘱。只不过老爷子在去世前，突然让我代持了他的股份。是不是老爷子怀疑唐夫人对他不利？不清楚，但是唐夫人绝对不清白。二伯，思雨、思凡，有件事啊，我想你们需要知道。8年前，舒婉刚刚过世，唐夫人便带着身孕进了门。还真是不让人失望呀。乔东安排我给唐夫人制造意外。唐夫人的孩子掉了，因此再也无法生育。乔东为了补偿，给了他和他家人一大笔钱。怎么有这样的事情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你父亲常年不回家，当然不知道。可是奇怪的是，唐夫人应该猜得到是乔东的指示，可她却装作没事人一样，
继续辅佐乔东管理裴氏。因爱生恨。乔东这些年虽然做了不少坏事，可他毕竟是你们的父亲，不能够让他不明不白的走。二伯，你放心，就算裴家内部腐朽不堪，也绝不允许外人来搞。大哥，有兴趣一起玩个游戏吗？该配合的我都已经完成了，最后的成败可都要看你的了。我现在被限制了人身自由，有一件事情，我需要你帮我去完成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和温小姐没有约。我知道，我也不是特意来找你的，只是裴思凡出了这样的事，我想你心里也很难过吧。但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样，强求不来。你和思雨哥是这样，和裴思凡也是这样。你都知道了。陈律师，温家是做新闻起家的，什么都瞒不过我的眼睛。那你对裴思雨还……当然是因为我喜欢他喽，不然你以为区区一场联姻就能困住我？确实，我原来也以为我喜欢他，甚至觉得只要足够喜欢，就能克服一些障碍。但后来我发现，我对他的感情掺杂了太多。和我说这些干什么？即便是你现在还喜欢思雨哥，你们之间也是不可能的。思雨哥需要的是能帮助他的人，你能带给他什么？你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，他对你更多的是利用，不是爱。我了解过，你是江城舞蹈团的首席舞者，跳舞是你最喜欢的事情，现在却因为商业联姻离开了最爱的舞台，我想你是不甘心的。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？能把芭蕾舞鞋作为包上的装饰，并时刻带在身边的人，怎么会轻易的割舍自己的事业？你懂什么？我不需要你跟我说教。我并非说教，我只是觉得，像你这样的人，不应该因为别人而丢了自己。怎么不去追啊？没事，下次再找他也可以。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冷血。审判我的事情，也先放在后面。那你来找我什么事？了老爷子生前的保姆，据他说，唐夫人长期给老爷子下毒，老爷子才突然过世。他为了躲避唐夫人的追查，就逃到了国外。光靠股权只能拿回裴氏，不能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一定要让他在最得意的时候给他致命一击。所以呢？我现在就要出国办这件事，所以国内的矿山就只能靠你了。你们凭什么觉得我会同意啊？你们裴家人还真是了不起，哥哥和弟弟都是一路货色。思雨哥，等你从国外回来，我想好好和你谈一下我们的婚约。好。
姐，下周的就职仪式都已经安排好，以后裴氏就是你的天下了。裴桥洞，你一定没想到吧？你对我百般防备，如今我还是成了裴氏的掌权人。如果当初你没有害我失去那个孩子，也许你的晚年会过得平静一点。只怪你欺人太甚。姐，别太伤心。裴桥东该死。伤心？自从那个孩子走了，我的心也随他去了。筹划了这么多年，等的不就是这一刻吗？裴氏兄弟两个如今有什么动向？裴思雨出国了，据说去找投资人了。裴思凡倒是一直没中间，不过那个陈月棉去了矿场，刚刚才回来。什么？矿场？你怎么不早说？姐，那个事情不是解决了吗？我就没当回事儿。你真的觉得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吗？行，姐，你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去处理。唐昊，哎，记住，斩草除根。是。你们裴家永远只能靠女人。回江城很忙的，大小姐，叫我来这儿干什么？哎呀，我知道你这段时间为了裴思凡的事情四处奔波，这段时间发生了那么多事儿，人是要好好休息的。现在正是江城樱花开的季节，要好好休息，保持好的状态，才能迎接战斗。你说不是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喂？什么？明明，医生说，幸亏肇事司机看到是少爷的时候踩了刹车，才没伤到要害。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这个得看少爷自己。少爷以前有健身的习惯，医生说他的身体素质还算不错，应该没事，应该不会太久。那辆车是冲着我来的，对不对？警察已经锁定嫌疑人了，正在追捕。是什么？是唐夫人的弟弟唐昊。又是唐夫人。告诉裴思雨了吗？裴总马上坐飞机过来。贺助理，麻烦你帮我办一件事。您说。他有一份和唐夫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，麻烦你帮我找过来。好。我本来都不想理你了，结果现在我就欠你一条命。你的裴氏由我来帮你守护。这个蠢货在干什么？关键的时候掉链子。唐总看到我，好像很惊讶。怎么会？我很高兴这个时候你在我身边。我也是。唐总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您该出去了。好，陈律师，我们走吧。感谢大家来到我的就任仪式。在过去的时间里，裴氏发生过许多事情，但是好在有惊无险。唐总，对于裴思凡先生出车祸这件事，你怎么看？我很遗憾没能照顾好思凡，也很遗憾思雨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。裴氏是江城的龙头企业，它关系着江城大大小小企业的生死存亡。我也不敢沉溺在亲人的悲伤之中。唐总说得好，不过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。请说。唐总指使唐昊谋杀矿工时，可否想过被害者的家属
能否承担亲人离世的伤痛？陈律师，你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明白？贺明，裴思凡之所以会出车祸，是因为他救下了我；而唐昊之所以故意制造车祸，则是因为我掌握了唐总教唆杀人的证据。现在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，要不然你的家人就会一直被威胁。就是他，害死了老李，还威胁不让我们说实话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信我打死你！唐总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陈律师，这种无凭无据的话可是栽赃啊！证据在这儿呢。唐夫人，你不是要证据吗？这是老爷子生前的管家，王姐。夫人，最近我一直做噩梦。唐总，唐总，请说两句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许怕！唐夫人，老爷子、矿工、裴思凡这3个案件，你能解释清楚哪一个？唐昊，你这个废物！唐夫人不必这么动气，你们2个一个主犯，一个从犯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就算我坐牢又怎么样？裴氏已经不是你们的了。他裴桥东一辈子的心血，不也成了我的战利品吗？唐夫人未免有点高兴的太早了点。这里是唐夫人和裴思凡签订的股权协议。你撕毁了协议，就能影响我的股权吗？陈月冕，亏你还是个律师，你未免也太天真了吧？看来唐夫人没有仔细看过这份协议啊。协议当中有一条，如果唐夫人有任何重大过错的话，此协议作废。昨天我已经向警方递交了你故意杀人的证据，从那一刻起，这份协议就已经作废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还有其他股权，我还是裴氏的股东，可那些法律流程都是通过我。也就是说，你所做的努力全部都变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这还要感谢你和我签订的裴氏终身合作合同，才让我有了说一不二的权利。就像你说，我可是名律师啊。我是裴氏的代理律师，裴氏的股权分配情况以我为主。根据目前裴氏集团股份分配比例来看，最大的股东是裴思凡先生。唐夫人，为什么给老爷子下？为什么？他裴桥东就是一个一辈子吃软饭的烂人，他靠着大老婆起家，二老婆赚钱，靠我稳固着裴氏。我们所有的人在他眼里不过就是一枚棋子，是凭什么？凭什么他这个私生子可以进人家的门？我的孩子，都被活生生的弄死啊！裴家，这是个稀世的魔窟！他裴桥东，这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！我唐显荣高门才女，一身雄心壮志，被他蹉跎。事到如今，只怪我运气不好。我认，但是
我绝不后悔。你们也只不过是一群华丽的傀儡。哎，姐，等等我，姐。怎么全是这种地方？年轻人来的地方。你知道唐昊绑架陈律师是谁指使的？除了唐夫人，还能是谁？他这么做就是想让我们兄弟俩内斗，好好承担下场。都到了哪里我都带西嘎腾家里可用南 blue moon。 请问您需要点什么？一份惠灵顿牛排，一份法式鹅肝。惠灵顿牛排不要放洋葱，他对洋葱过敏。你还记得我吃洋葱过敏？小的时候，你满脸起疹子的样子，我又不是没见过。这种事情你怎么还记得？就不能多记一些我漂亮的时候吗？你刚当上首席的时候，我见过你的表演，跳得很美。我现在已经回到舞团了，恭喜你。陈月绵说的对，我是喜欢你，但我不能丢了我自己。我会通知媒体取消婚约，婚约虽然不在了，但裴家的宣传工作还是可以交给温氏。当然。那你后面打算怎么办？照你的性格，不得把陈月绵追回来？裴思凡，你要是不想去，可以直说。你摔碎我的粉底液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我都收拾好放在箱子里，它怎么会碎？我就说这段旅行没那么容易。陈律师私下是这样的。要不咱俩先走吧，以他俩的速度，别说马尔代夫了，江城都出不去。